普京称乌军反攻失利，米利称乌军未用全力，谁说的是对的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彦少。对于乌克兰军队正在进行的大反攻，我们从战线变化来看，似乎进展不大。但是从美国和俄罗斯的角度来看，已经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说，乌克兰有大量战力有待投入战斗中，现在评断乌军反攻失败言之过早。但是美方也承认，俄罗斯军队的防御工事雷区让乌军推进缓慢，预计将是一个漫长、艰难而血腥的战争过程。美方还确认，西方共训练了6.6万名乌军，现在投入作战的比例并不算高。几乎在同时，普京在电视采访中表示，乌方突破防线的所有企图都没有成功。他对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做了评价，指出俄军表现英勇。我们再看一下乌克兰方面的总结。乌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称，自反攻开始后，乌克兰军队解放了大约121到158平方公里的领土，并称俄军试图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发起反攻。现在的乌克兰战场仍然是迷雾重重。那么美国的乌军反攻成败未定论，以及俄罗斯的反攻失败论和乌军的反攻阶段性成果论，谁更有道理呢？首先，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受挫当然是真的，但并未用全力也是真的。反攻已经失败论为时过早，但是成功的希望渺茫。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在刚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吃了大亏的，但是呢，也获得了一些领土收益，随后就调整了战术。现在乌军仍有6个西方培训的机械化旅未投入战斗，说明战局仍存在变数。当然，俄罗斯军队在东部也准备通过进攻来打乱乌军的部署，较量仍在进行中。第二，乌克兰军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摧毁俄军的炮兵能力，并完成扫雷任务。单从乌军进攻的角度来看，现在他们面临着2大阻力，一个是俄罗斯的炮兵，第二就是地雷。现在最难的任务应该是扫雷。从俄罗斯58集团军出现的人事变化来看，乌军正在建立反炮兵作战优势。第三，俄乌双方都在夺取战场主动权，更大的可能是战线趋于固化。虽然乌克兰战场上的战线变化不大，但是下一阶段谁拥有战场主动权，这是最关键的，也就是要看反攻形势的变化。谁能够更好地摧毁对方的后勤补给，更好地组织起机动攻击力量，拥有更多的战略预备队，就有可能在更长远的未来获得主动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乌军仍拥有一定的主动权，而俄军在红利曼方向集结大军，准备夺取主动权，双方都不会认输。第四，乌克兰战场上的对决将是漫长而残酷的，最终取决于战争资源和战斗意志的较量。首先要对比的就是俄乌双方军人谁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定，其次就是要看战争资源的多少。人们通常认为乌军更有战斗意志，而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要强得多。但是由于乌克兰整个国家都在拼命的打仗，而俄罗斯到现在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，这就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。比如俄罗斯的当代战神斯特列科夫宣称，在过去1年半的战争中，俄军在战场上的士兵和装备都要比乌军少，乌军拥有更多的资源，战争让俄罗斯精疲力竭，所以俄罗斯最终是否会进行战争动员才是最大的变数。西方军援乌克兰将转向长远规划，俄罗斯千万不能大意。有人一直拿西方会放弃对乌军援说事儿，但现实是西方正在想办法扩大炮弹的产能，也在为向乌军援助战斗机、地对地战术导弹。
陆射小直径滑翔炸弹等先进武器做准备。乌克兰军队有经验的作战人员越来越多，而且武器装备呢越来越北约化，这个大趋势很难改变的。俄罗斯军队是否能够夺取战场主动权，将乌克兰打上谈判桌？现在看，俄军投入的实力还远远不够。总体而言，虽然各方对战场的理解各有不同，但是很难改变战线趋于固化，谁进攻谁吃亏的大趋势。乌克兰反攻的确未用全力，但是用了全力又能怎么样呢？俄罗斯即使夺回了战场主动权，也不等于就能彻底打败乌克兰。不管未来的战争走向如何，双方迟早都会承认出现了平衡状态。